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 Jermaine。就在昨天的时候，我就代表了 Rider ATS 去参加一场试驾活动。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试驾活动比较特别啊，它就不像是我们一般上的在公路试驾。这一次的试驾活动只是专在一些 off-road 的场景。这一场 off-road 的 training 活动是由 Isuzu Malaysia 所举办的。那么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好奇啊 ，Isuzu D-Max 今年有出新款，又或者是讲 Isuzu MU-X 要回来了咩？那么其实啊，都不是啦。目前根据官方的说法 ，MU-X 也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回到马来西亚市场。那么我们昨天所试驾的这台主角就是来自 Isuzu D-Max 的 X-Terrain 3.0最高 spec 的那个版本。那么这个 X-Terrain 呢，在今年啊没有错，同样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改款。那么这个 training 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这一批会进入2025年 Borneo Safari 的媒体先适应这个 Borneo Safari 的里面各种路况啊，没有错。在这边我就再官宣多一次，我们 Rider ATS 团队就会在今年啊再次征战全亚洲应该排行前10最困难的这个热带雨林的生存，就是 Borneo Safari。在影片开始前，就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wiper， 就是来自 Droplet 的 wiper， 它具备超强拨水功能。有时候你放在一些大草档旁边啊，他们炒菜的那个油烟会附着在你的大镜上面，从而让你的大镜上面产生一层油膜。Droplet 非常贴心哦，在里面附送了一包黑科技 tissue， 让你轻松的清理你大镜上面的一些肮脏杂质还有油膜。就算你在雨天开车，只要你的时速超过80公里以上啊，你的水珠就会自动废掉，真的 very good job 啦。这个 wiper 是有 aerodynamic 的功能，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撞风嘛，这个风啊把这个 wiper 顶下去，从而扫水的时候可以有更好更高的效率啦。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Droplet 的 wiper 的话，非常简单，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roplet wiper 的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啦 ，Let's go。那么今年我跟 Rider ATS 我们都会进去，并且我们两者都会拍影片，在影片里面也会跟大家提到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再次进入这个 Borneo Safari。就讲回我在这次这个活动上面，主要我学习到的一些关于 Off-Road， 甚至是讲这个 4-wheel drive 啊、Diff Lock 这些等等的功能是怎样子去使用，这些我所学习到的点啊，今天都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再一次分享多一次啊，相当是我去学了再教给各位。这一次的 training 里面，我觉得我所学习到的东西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甚至是讲我从来都不太了解的一些 real man 玩的 off-road 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其中一点让我比较深刻的意识到啊 ，Diesel engine 他们比较注重在扭力上面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Isuzu D-Max X-Terrain 3.0 的版本，虽然它的马力是不到200个 PS， 不过它的 torque 啊就高达了450个 Nm 的 torque。就在 torque 跟马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啊，到底为什么一台 4x4 一台 pickup truck 或者是讲一台 diesel 车需要到那么大的扭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汽油车，尤其又是 NA 的话，你的马力跟扭力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打个比方啊，可能 Honda City 1.5 的 engine 120多的马力 ，torque 大概也是在150多左右而已的。你的这个马力跟扭力并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数值的差别。torque 扭力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很抽象，很多人也很难去理解到。因为马力大家都比较好理解，马力越高车越快咯。那么扭力高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早的把这个力爆发出来，就是在一些烂泥路里面的时候，你需要去把你的车把它从这些烂泥路爬出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到扭力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你在一堆烂泥，你空有很大的马力，你有一个200匹、300匹的马力，其实都没有用，根本发挥不出来。因为你用到马力的前提是在你有非常多的这个 grip 之下，再来你在 off-road 的时候，时速也是非常的慢的，时速都是在10个 km/h 以下而已的。这个时候我给你一个300匹的马力，讲真的，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用的，因为你都没有 grip， 你的这个路况都不允许你把这么大的马力爆发出来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更加需要扭力，让你从一堆很没有 grip 的路况把你的轮子凹出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 training 过后所理解到扭力 torque 到底是怎样子用的啦。所以除了我了解到这个扭力怎么样用之外，再来 Isuzu D-Max X-Terrain 的版本呢，它的身上就多了一个我个人称之为是一个智能的，是一个适合像我这种off-road 的新手小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叫做 Rough Terrain Mode。那么这个 Rough Terrain Mode 讲白，它就是一个智能化的 differential lock。因为 Diff Lock 大家都知道嘛，它是一个机械，是
是一个死的，是一个硬件来的。那么 Rough Terrain Mode 就是通过你的软件加硬件的配合，做到一个智能的脱困。如影片所见它在感受到你的这个轮子没有 grip 的时候就会通过 ABS 来锁另外一个轮子的 RPM， 来让两粒轮子都可以达到相同的转速，你就可以比较轻易的脱困。而且我讲它是新手友好的这个 Off-road 模式就是讲说，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 Differential Lock 这个功能到底是怎样用，什么时候适合用，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先尝试看看 Rough Terrain Mode 是否可以帮助你进行脱困。Differential Lock 这个词可能大家时常都有听到然后也时常在 4x4 的这个后斗上面看到。不过我相信应该蛮多是这个 4x4 Pickup Truck 的车主，可能在卖车之前甚至都没有用过 Diff Lock。它的中文是叫差速器，就相当好理解啦。就是在你的这个轮子有转速差的时候，也就是讲一个轮子转得特别快，另外一个轮子不会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启 Diff Lock 来锁这两粒轮之间的转速，让它们在一样的这个转速之下。这个就是我们轮子在悬空的时候，你的 ECU 就会自动把你的动力输出去那一个阻力比较低的轮子上面。出来到 Off-road 的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我们时常会三脚在地，一脚离地嘛，动力全部去到那个没有 grip 没有阻力的轮子上面的话这个时候你就根本无法脱困。就算你是在 4-wheel drive 也会比较有难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开启 Diff Lock 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在看完了非常枯燥的一些讲解过后，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一下这个就是 Isuzu Malaysia 为我们所准备的，我们在 Bonus Safari 里面会用到的生活物资。这个红色的包包就是我的，配合着我的红色的车。看来 Isuzu Malaysia 很懂我喜欢红色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开过这个 bag 的因为如你所见，我现在也不懂要怎样子去开。那么在去年的这个 Safari 结束了过后Isuzu Malaysia 也有问我们关于这些生活物资有什么样的不够，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他们没有想到或者是没有准备到的吗？那么先不看背包里面，其中就包括了这个 camping chair 相信 camping kaki 应该都会有买的啦。那么其实今年呢，我也是准备了一个很轻便的 camping chair 我们就可以带上飞机，把它一起再去沙巴。不过这次Isuzu Malaysia非常贴心，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camping chair。那么等下我才打开带大家看看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坐在这个大背包里面，大家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就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干粮等等。这个零食我跟各位讲，真的是5星好评。它是炸那个什么江鱼子然后味道非常不错，酸辣甜的那种味道。这个我就不开箱先了我们等到进森林的时候才来吃。包括到垃圾袋，因为我们在森林里面是要把所有的垃圾都一并带走的所以垃圾袋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来这个纸我就很熟悉啦，这个就是我们打包的时候，我们double位上面就要铺了一个纸。那么热水壶这些滴数这些这是一般上你在城市生活会用到的物资，基本上Isuzu Malaysia都有为我们准备了。厕纸跟大家提一下我们的热带雨林不是像你们去 glamping 的地方还有厕所的上1号上2号都是要在草丛里面的。那么这个上的过程，当然我们在未来的影片也不会拍出来给大家看啦。那么这一包的话就是一些干粮、饼干等等，一些糖让你补充糖分。那么再来还有一些麦乐咖啡3合1等等。热水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志愿车这些东西就是会由他们来准备。这个是什么人当跟人当哇老进到森林了还有这个人当的饭可以吃。由此可以看出Isuzu Malaysia是多么的贴心为我们各个种族的 media 都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生活物资。在里面我就发现到一个同样是去年没有的装备，今年我们新升级了，就是这个小风扇。所以有个小风扇就非常的好用，里面就是一些蚊油、防晒膏、头灯等等的一些照顾到我们卫生的物资啦这个 double way 今年呢也是进行过升级了可以看到它的旁边是有这些 clip。那么我们去年的 double way 我还记得就是用上一个铁拱这样子，所以那个铁拱它就没有这些 clip off-road 的时候会摇来摇去的嘛。如果我们的午餐里面有淋到咖喱汁可能它就会露出来，或多或少会弄肮脏 double way， 又或者讲会弄肮脏到车里面啦。所以这点同样是去年我们有建议的今年Isuzu Malaysia都有做到提升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嘞。里面就当然包括这些餐具等等啦。这个 bag 里面就是我简单的快速的开箱带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物资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你要问我个人最在意的东西的装备是哪一个，其实还是这个 camping chair。所以我现在开箱这个 camping chair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这个 camping chair 打开过后既然是有靠背的，确实是对比起我自己准备的来得更加好。因为我自己准备的虽然重量是很轻，不过就没有靠背。首先它的体积当然不会特别大啦，有些 camping chair 这边就会有一个扶手，甚至是可以放水杯、你的咖啡杯等等。不过这个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简化，能几轻就几轻而且在实际坐上这个椅子过后确实是很舒服下来。椅垫其实是有加厚，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2025年的
Bonus Safari 会得到的一些物资，那么好像椅子，好像我刚刚所讲到的 Double Way， 甚至是那个小风扇，都是我们今年2025年所新升级的装备。说在这些装备更加齐全之下我相信我们今年的 Bonus Safari 绝对是会更加的有趣的。相信大家可能也会蛮好奇的为什么我跟 Rider ATS 选择再次去挑战这个全亚洲前10大最难的这个热带雨林生存呢？因为我们去年在参加之前，其实就听了蛮多的朋友讲说Bonus Safari 很辛苦啦，居住条件很差啦，很多蚊虫啊。在当时候还没有进之前，其实我们也都是很害怕、很焦虑。不过在真正进了过后，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们更加，我觉得我跟阿豪是更加去善于发现它的好的地方是没有错。当然你在热带雨林的生存不可能像你在大城市这样子嘛，有很大的床，有很冷的冷气，你在里面电话是根本没有网线的。所以在 Bonus Safari 的这7、8天里面是真正的完全断网，你跟外界是失去联系的，你不知道你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现在地球在发生什么事情，只可以过好你的当下而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逃离、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过你对我个人而言来讲的话，一年这365天，我拿这个7天、8天出来，彻底的放空自己、放松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重点是我们真的很享受里面那种户外所谓野人的生活。这个我跟阿豪都算是比较喜欢这种大自然，煮着Maggi面，简单的喝杯Milo就满足了的那种状态啦。在10月25号，我们就会飞往沙巴。更多详细的影片以及阿豪他的一些个人感受的话，都请各位要继续留守 Rider ATS 以及 Rangerman 这2个频道。我跟阿豪我们都会各自拍摄各自分享一些我们在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个生存的体验也好、感受等等都好啦。那么都看到这里了，免费的订阅跟赞记得赶帮我把它按下去啦。订阅 Rider ATS， 同样也要订阅 Rangerman。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 Jerman， 我们下期 Bonus Safari 的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